你好，我是阿力。那么昨天我视频里面说了啊，狂暴大牛市竟然还有人亏钱啊。那么评论区里面就出了很多的朋友说，当初我们是在高点被套的，高点进入站岗的朋友。那么在投资的过程中啊，被套呢，实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谁没被套过啊？连巴菲特他都被套过，没被套过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做个投资呢？而最关键的是啊，在这个底部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主动去补仓，去拉低你的成本？那么至于很多人说啊，没看到我说过底部正在形成啊，那么大家看看我在7月10日在优管的社区发的帖子啊，当时我说底部正在形成啊，如果你不抄底的话，需要再等4年的时间。那么后面呢是7月26日，几乎是全网第一个站出来喊这个牛回头的博主啊，但是啊，非常可惜，大家当时看到了，几乎都是不相信的。那么市场呢，往往就是在怀疑中慢慢的抬升。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啊，狗狗币的价格都是在 0.2 的附近。那么即便你抓不住这中间的 0.16 的最低点啊，在 0.2 的时候进行补仓，那么目前你也是盈利的状态了。那么现在比特币终于52000了，对吧？大部分人终于醒悟过来了，哦，原来牛市真的回来了。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出来的这个链上的这些大数据啊。那么昨天视频已经预告过了，那么今天的大数据除了有比特币之外，还会增加以太坊的大数据的分析。我希望有一天狗狗币的大数据也会加进来啊。那么这一天不会太久。节目的最后我们会聊一下狗狗币最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的分析，一些技术的分析。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是专注于投资和赚钱。目前对加密货币和美股都做了相应的分析啊，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次赚钱的机会了啊。首先有关比特币大数据的分析啊，关于挖矿的一些数据的分析，我简单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因为之前我们聊过，那么这个是针对之前挖矿数据的一个更新啊。我们都知道矿工呢是慢慢的已经转移出了这个中国大陆，算力目前呢正在稳步的提升。与此同时呢，这个矿机的核心的部件啊 ASIC 的芯片呢也是一芯难求。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或者是其他原因的共同的影响， ASIC 的芯片呢是供不应求啊，价格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影响啊。第一就是矿工的竞争啊相对减少，因为你想要加入这个进来进行挖矿啊，你买不到这种芯片带着芯片的矿机啊。第二就是现有的矿工想要扩大规模呢，就必须要出掉手里面囤的这些币，也就是说会卖掉一些比特币，会对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么数据显示啊，在上周啊，大约有2900个比特币啊从矿工手中卖出来了，以5万美元比特币的价格来计算呢，相当于 1.45亿美元。好在呢，目前这个买方的力量是比较强盛的，矿工的这个少量的抛售呢，并没有给市场带来巨大的跌幅。我们昨天视频也聊到了，目前比特币呢是机构主导的市场，散户的种种行为和这个心理预期啊，只能靠边站了。所以大家才会看到为什么有的博主会在5万的时候，去做这个合约，选择合约做空啊，他们其实并没有错啊，只不过他们使用的依然是散户的这个思维啊。不管怎么样吧，大家都看到我这个视频啊，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是不迷信于任何一种技术，我只相信大数据。好，我们继续分享目前的这种交易规模呈这个上升的趋势，我们分别对比一下前2年的这个数据啊。那么2020年到2021年这个市场周期的一个关键的主题和特征啊，就是机构规模的资本的增加，持续的增加。那么这种趋势在链上是显示的越来越明显。那么即便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下降了 50% 之后呢，似乎就显得这个机构的交易更具有这种粘性了啊。2019到2020年熊市的平均的这个交易规模通常在6000美元到8000美元之间啊，我是说平均的啊。那么这一时期呢，主要是散户和早期的投资基金参与者主导。在2020到2021年的牛市中啊，平均的交易规模在5月份的这个抛售期间显著的增加，达到了 5.86 万美元的峰值。从7月份开始，这种情况就开始慢慢的降温，目前的平均交易规模在3万美元到 3.6 万美元之间。那么相对于2019到2020年期间啊，尽管最近这个有所调整啊，但是仍显著的增长了 370%， 反映出来这个机构的规模的兴趣持续在增加，而且具有一定的粘性。
那么对这观察的结果进一步有一个佐证呢，就是超过10万美元的交易量占主导地位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我们看这张图片啊，我们可以看到较小规模的资本在这小于10万美元的这个规模，从2017年的 40% 主导地位，逐渐的被挤压到今天仅占链上交易量的 10% 到 20%。那么相反呢，我们看这个绿色的部分，超过10万美元的这个机构的资本和高净值资本在过去12个月中显著的增加。从2017年以来，在10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我们看这个颜色是浅绿色之间移动的这个群体，一直占据交易量的 20% 到 30%。然后呢，这个100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也就是深绿色的这一部分已经开始大幅的增长，从2020年10月份的 10% 增长到今天超过 30% 的主导地位，这反映了大型的资本配置和交易活动的显著增长。那么请注意啊，这个数据呢是经过实体调整啊，因此呢仅过滤具有经济意义的活动，比如说这个是不包括就自己转出和钱包管理啊。那么上面我们说了这一堆的这个枯燥的数据啊，我们总结一下，机构在大比重的参与这个比特币的市场交易，就会呈现出了一定的理性，而不是之前的散户的追涨杀跌，非理性的这种追涨杀跌。但是呢，既然是机构参与了，并不是说机构就要给所有人机会，让你们轻轻松松的赚到钱，只是呢会对合约的打压会进一步的增强，也就是说这个插针会更加的频繁。那么机构可不想辛辛苦苦拉上来的盘被合约拖拽着后腿啊，走不动路。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未平仓合约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这个未平仓的合约的数据呢，已经超过了118万亿美元的峰值啊。那么这个趋势呢是非常的强势啊，取向于4月份的150亿的峰值。相对于以太坊而言啊，这种影响呢是更加的明显啊。其中这个永续期货未平仓合约已经超过之前的所有的高点了啊，本周已经达到了78亿美元。那么数据显示啊，目前这个合约是以多头为主，在未平仓合约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机构会选择怎么样的操作呢？那么在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尽量的现货为主，不要碰合约。那么另外呢，这个 Glassnode 的数据显示，当前交易所的比特币的余额再创年内的新低。约为248万个比特币，其中流出的大头呢依然是 Coinbase， 近1个月来流出的比特币超过了3万枚。Coinbase 的比特币的余额呢也是再创年内的新低，约为70万枚。那么近1个月以来，主流交易所普遍出现比特币净流出的现象，只有这个币安呢仍然存在较大的净流入比特币近2.5万枚。我们之前也讲过啊，这个净流出呢说明这个比特币流入了实体的这个冷钱包啊，说明他们往外卖的这个意愿不是很大，所以说这个币价呢还会再有上涨的这个非常大的可能性。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关于狗狗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资讯以及分析啊。那么目前有一种观点说，狗狗币呢正在做加密货币想要做的事情啊。9月6号的时候啊，这个狗狗币啊已经重新回到了 0.31 美元的上方。PAC 这个首席的执行官啊叫 David。这个人呢，他认为在马斯克没有发布狗狗币相关推文的情况之下啊，狗狗币最近的上涨表现非常好啊。他认为狗狗币啊拥有强大的社区啊，并将引用一个强大的这个应用啊，就把狗狗币用到实体的经济当中去。那么目前呢，狗狗币正在做一个加密货币想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发布更新啊，降低交易费用，并试图在推特上获得更广泛的这个应用。那么此外呢，加密货币分析师和交易员 Scott Maker，他分享了一个图表，他认为这个狗币有望持续走高，目标价可能会冲破 0.35 美元。那么这两个消息啊，我认为第一条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在马斯克没有喊单的前提之下，狗狗币自己它爬上了 0.31 美元，虽然说跟比特币相比，跟以太坊相比没有表现出来非常强势的涨势啊，那么这也并不是说这个马斯克他抛弃了狗狗币，其中呢最主要的原因我之前也讲过啊，那么目前呢是没有办法喊单啊，是因为条件不成熟，狗狗币的目标呢是要成为全球的通用货币，那么大前提呢就是狗狗币的交易的速度有一定的提高和交易费用进行一定程度的降低。那么目前有团队在做这件事情了，那么一旦有一定的眉目了，马斯克会立马站出来说，这个特斯拉我们要支持狗狗币支付了啊，不管你信不信啊，马斯克都会这么做。而且呢，
我认为这一天不会等得太久，而且我非常的相信啊，等这一天来的时候，狗币一定是在0.5美元的上方了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想下次呢再看到我分享的这种内容的话，一定不要忘记点击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